我刚从国外回家，就发现家里住进来2个女人，是保姆和她的女儿。她竟然穿着我新买的4万睡衣，还私自住我的房间。我一说要把她赶出去，她就装可怜，还下跪求我，好一朵老白莲花啊！我妈充当和事佬，继续同意她留下了。没想到这个保姆真把自己当主人了。在我吃饭的时候，她指着我的鼻子大骂：“你懂不懂规矩？没有出息！吃饭不知道等人吗？我是你的长辈，我这是为你好，都这么大个人了，多跟我家私弟学学。”我真忍不了了，一个保姆敢这么跟我说话，我一脚直接把饭桌踹翻了，一把揪住刘阿姨的头发，啪啪啪就是5巴掌，给你脸了。我在国外完成学业后，没跟爸妈说要回国的事儿，就想给他们个惊喜。我亲爱的老爸老妈，我回来了，惊不惊喜？我打开家门，家里静悄悄的，突然传来一声尖叫：“啊，你是谁？为啥在我家里？”我看到一个陌生女子从卫生间走出来，大概50岁左右。再瞅一眼她身上的紫色睡袍，咋这么眼熟呢？这该死的，不就是我前几天买了寄回家的睡袍吗？喂，说你呢？你是谁？你这是私闯民宅，知道不？那个中年女子见我不吭声，尖叫着用手指着我。我是谁？这是我家，我爸妈呢？还有，我1星期前寄到家的睡袍，怎么穿你身上了？我砰的一下，生气的把包砸在沙发上。他有些不好意思，用手捂了捂睡袍，满脸埋怨的说：“你就是夏天吧？不是一说你，大半夜回来跟个鬼似的，万一吓到你爸妈咋办？你回来就赶紧洗洗睡吧，你房间还没收拾呢，就在沙发上凑合睡一晚得了。”听他这么说，我都气笑了。刚回家的那股喜悦瞬间没了。客厅里的动静惊动了爸妈，他们俩从卧室走出来，我妈满脸惊喜的抱住我：“夏天，你咋今天就回国了？前2天不是跟爸爸妈妈说1星期后回来吗？看你现在瘦的，肚子饿不饿？让你刘阿姨等会儿给你炖碗粥喝。”我爸也默默的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家里你自己看看，缺啥就买啥，爸爸直接给你转钱。”我点了点头，又指着一旁像鹌鹑似的刘阿姨：“她是谁？为啥在我家？她为啥穿我的衣服？能不能给我个解释？”我这人向来有啥说啥，不愿受一点委屈，而且敏锐的察觉到这个刘阿姨对我有敌意。我妈马上拉着我的手，笑着说：“这是你刘阿姨，是咱们家的住家保姆，她还是你妈的救命恩人呢。前段时间你妈我在商场心脏病犯了，是你刘阿姨路过，帮我打了120，她不要我的钱，问我能不能给她找个活干。她有个家暴的丈夫，离婚后带着个上大学的女儿，挺可怜的。我看家里刚好缺个保姆。”听到我妈的话，刚才还一脸局促的刘阿姨眼里满是藏不住的得意：“哎呀，夫人，瞧您说的，换谁都会帮忙的。而且要不是夫人您，我哪能有这么好一份工作呀？”她做出要拉我手的样子：“瞧瞧这夏天长得可真水灵，看到你就像看到我女儿，我以后肯定把你当女儿看。”我一把甩开他的手，冷笑着说：“我只有一个妈，也用不着你一个保姆来当我妈。还有，别给我岔开话题，说说你为啥穿着我新买的衣服。”我妈听了，惊讶的看向刘阿姨：“这不是刘阿姨她女儿给她买的吗？那天刘阿姨可高兴了好一阵子呢。”我直接拿出手机里的购物页面，她能不高兴吗？这一件天蚕丝睡袍4万1件，她能不高兴？刘阿姨顿时脸色一僵，慌忙的解释：“可能是我不小心拿错了，我女儿也给我买了件紫色睡袍，我没看清楚快递信息。夏天啊，
对不起，刘阿姨年纪大了，没注意到，要不我脱下来洗干净还给你。我无所谓的摆了摆手，算了吧，我从来不穿别人穿过的东西，尤其是从你身上脱下来的。年纪大眼睛不好使，就别干保姆了。我直接把快递包装的照片对到他跟前，盒子上这么大的夏天2个字，你到底是真看不见还是装的？衣服不用你洗了，就当我把这件卖给你，4万，你打算微信、支付宝还是银行卡转账？刘阿姨一听，脸色立马变得很难看，瞬间开始抹眼泪，还作势要朝我跪下来，装出一副委屈巴巴的样子。哼，原来是个老白莲花，4万简直要了我的命啊！夏天啊，阿姨真没注意，女儿给我买礼物，阿姨太高兴了，真的，阿姨求求你了，我过得太不容易，被家暴，离了婚，还带着个生病的苦命女儿。你被家暴、离婚，还有个生病的女儿，这跟我有啥关系？又不是我找人打你的，别跟我玩道德绑架这套。我说道，算了，夏天，你刘阿姨毕竟救过妈妈的命。我妈这人一直特别善良，甚至可以说是善良过头了，而且这个刘阿姨还救过她。见此情景，妈妈当起了和事佬，拉着我的手说，不就是一件睡袍吗？乖哈，妈妈等会儿给你打钱，你要是喜欢这个款式，多买几件就行。这么晚了，你也累了吧？肚子饿不饿呀？我爸这个恋爱脑，见我妈都这么说了，也点头附和。是啊，夏天，听你妈妈的话，刘阿姨也不容易，这次就算了。说完，他又一脸严肃地看向刘阿姨，以后夏天的东西你别碰，记住了吗？再有下次就辞退你。接着他又过来拉我的手，夏天，去把行李放好，要不要吃夜宵？等会儿我们出去。我不为所动，双臂环抱，似笑非笑地打开了手机里的视频。他穿我睡袍这事本来就不能忍，关键是他还大言不惭地以长辈身份进行道德绑架，真是一点分寸都没有。你就是夏天吧？不是一说你，大半夜回来跟个鬼似的，万一把你爸妈给吓到呢？你回来就赶紧洗洗睡觉吧，你房间还没有收拾呢，随便在沙发上凑合一晚好了。刘阿姨的声音在别墅里不断回荡，幸亏我进门的时候想着要记录爸妈看到我的惊喜瞬间。爸，我问问我的行李放哪儿？我回自己家，连住的地方都没了，还要在沙发上凑合。家里的公司啥时候倒闭了？我咋不知道？我话里带着刺。这时我爸和我妈才察觉到不对劲，怎么回事？我不是让你每天打扫一遍夏天的房间吗？怎么没打扫？我每天早上都看见你进出夏天的房间打扫啊。听到爸妈这话，刘阿姨脸色刷白，说话吞吞吐吐，都不敢直视我爸妈。我顿时感觉有问题，每天早上都进出我的房间。我这人边界感很强，不喜欢别人随便进我的空间。我爸妈不管我在不在家，进我房间都会先问问我。我一把推开刘阿姨，径直朝我的房间走去。刘阿姨慌慌忙忙地跟在我后面。我打开房间门，瞬间感觉血压噌的一下就上来了。只见房间里一片狼藉，原本的床单被换成了花花绿绿的鸳鸯图案，上面还随意地堆着一团没洗的内衣内裤，还有一个电动玩具。打开衣柜，里面的衣服被揉得乱七八糟。再看桌子上的化妆品，全都乱成一团，每一支口红都断成了2截，唯一还算完好的就是桌子上的首饰，但也被翻得乱七八糟。我气得浑身发抖，这下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这个刘阿姨竟然堂而皇之的住进了我的房间，我爸妈还一点都没发现。
我越想越气，把衣柜里她的衣服，还有床上以及桌上的化妆品一股脑的扔到她脚边。良好的教养让我强忍着没扇她，我直接一把掐住她的脖子。你是不是得给我个解释？这就是你说的没打扫，让我回家睡沙发，你自己舒舒服服的睡我的房间，你到底是我家保姆还是我家祖宗？现在立刻马上带着你的东西给我滚，不然我直接报警。你在我房间弄坏的东西价值已经超过10万了。我爸妈在门外也听到了动静，刘阿姨立马又使出了她那惯用的招数，直接一屁股瘫坐在地上，啪啪啪的扇自己的脸。哎呦呦呦，都怪我呀，主家，是我对不住你们啊！我年纪大了，身子骨不行，住阴冷的地方浑身就疼。医生说的多晒太阳，夏天的房间朝阳，通风又好。我想着夏天还没回来，房间空着也没人气，我就想着住一下应该也没啥关系。没想到夏天突然就回来了，都怪我，好心办了坏事，对不起啊。夏天，老婆子给你磕头了。听到他这番话，我妈顿时有些心软了，因为我已经去世的外婆也有这样的毛病，只要天气一阴冷，全身就疼得厉害。而且外婆因病去世的时候，刚好是下雨天。我妈正准备开口说话，我直接抢先一步，狠狠地扇了那个老太婆一巴掌。我数到3，我的耐心有限，你赶紧给我滚，别在这儿倚老卖老。还有，妈，你也别想着替他求情，今天我把话撂这儿了，这个家有我就没他，有他就没我。说完我就直接下楼，把行李搬进了客房。至于我现在的那个房间，简直太晦气了。等我洗漱完出来，家里安静了下来，看来刘阿姨已经走了。我妈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看着我外婆的照片，默默地流着眼泪。这是看到刘阿姨后触景生情了。明天我就给我妈报个旅游团，让她出去散散心。没想到第2天，我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，一张大脸突然出现在我面前。哇，太阳都晒到屁股了，还不起床？不愧是千金大小姐，我们这些农村出身的孩子肯定比不上，一觉睡到12点多，还得别人叫才肯起床。我平时有裸睡的习惯，正睡得香呢，房间里居然闯进来一个人。我赶紧捂着被子，把手里能砸的东西一股脑都砸了过去。妈，家里这是怎么回事？还有你，给我滚出去！这时，我的房间门又一次被推开了，竟然是刘阿姨。她不是已经走了吗？哎呀呀，夏天，赶紧起床啦！我午饭都快做好了。还有你这丫头，都说了小姐的房间别随便进，毛毛躁躁的。王思弟不屑地撇了撇嘴。我知道了妈，我可不像有钱人家的孩子，一天到晚娇生惯养，就像个米虫似的。说完，他们关上了房门。我立刻掏出手机给我妈打了个电话。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那个刘阿姨又在我们家？还有她女儿是怎么回事？我妈在电话那头支支吾吾的，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。夏天啊，不知道为啥，看到刘阿姨就感觉像看到你外婆一样。而且我上午身体不舒服，正好是你刘阿姨回来拿东西的时候，她给我炖了鸡汤。夏天，那味道跟你外婆做的一模一样。而且刘阿姨她也知道错了，她年纪这么大了，你就体谅体谅她吧。还有，她女儿刚读大1，暑假过来找工作攒学费，刚好你也缺个玩伴，我就把她留在咱们家了。说到最后，我妈的声音越来越小，似乎是察觉到我生气了。我无奈地叹了口气，对我妈的善良和圣母心感到无语，也给我妈下了最后通牒。她留下来可以，
但别给我搞事情，只要有一次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说完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。我倒要看看这对母女在我家里到底想干什么。我起床洗漱完，走到客厅，就看到王思弟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桌子上还摆放着车厘子和进口水果。看到我下楼，他斜着眼睛瞟了我一眼，丝毫没有起身的意思。姐姐，你也真是的，起得这么晚，等你下来吃饭，我都快饿死了。你赶紧坐下，想吃什么自己拿，别客气哈。他说完后，又拿起一串葡萄吃了起来。我坐在沙发上，双臂交叉抱在胸前，只觉得一股怒火直往脑袋上冲。这到底是我家还是你家？你现在应该算是我家的保姆吧？别叫我姐，我妈就生了我一个女儿。你要是想当千金大小姐，就滚回你自己家，让你妈伺候你去。我说完后，他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。这小白莲花果然跟他妈学得有模有样。我没搭理他，直接说道：去，给我倒杯咖啡来，无糖的。就这么一句话，他立刻像被踩到尾巴的猫一样，反应激烈的莫名其妙。夏小姐，你的脾气可真大啊，有点钱就可以随便羞辱人吗？我呸，我只是来你家当保姆的，又不是卖给你家了。我做了一上午的家务，现在休息一会儿怎么了？难道我们穷人就没有人权了吗？羞辱人很有意思吗？羞辱？谁家当保姆一个月能拿3万块钱啊？谁家保姆一年四季的衣服都由雇主买，还包吃包住啊？现在不过让他给我倒杯咖啡，就上升到人格侮辱和看不起穷人的层面了。我又环顾了一下四周，地没拖，桌子上还留着昨天的垃圾，衣服也没晾，这就是他所谓的做了一上午的家务。我直接抄起桌子上的果盘，朝着他砸了过去。砰！果盘瞬间摔得粉碎，巨大的声响让王思弟尖叫着用手指着我：你发什么疯？有病吧？听到他这话，我直接上前狠狠地扇了他一巴掌。去，把地扫了，把家里收拾干净，下次再让我听到你满嘴胡言乱语，我直接撕烂你的嘴。你要是不想干了，就给我滚，有的是人想干这份工作。王思弟捂着脸想要过来抓我，被他妈妈拉住了。我看着他妈妈那表情丰富的脸，心里顿时觉得痛快极了。一开心，我就把桌子上所有的盘子都砸得粉碎，客厅里一片狼藉。赶紧扫吧，扫完我要吃饭了。王思弟脸色煞白，咬着牙，眼神里充满了恨意，恨不得把我生吞活剥了。但下一秒又满脸委屈地说：你除了仗着家里有钱欺负人，还会干什么？我冷冷地看着他一点一点把客厅里的碎片扫干净，然后又从厨房里拿出一摞盘子，全砸在了地上。我就是仗势欺人又怎么样？砸盘子听个响儿，能让我开心，总比某些人没那个命，却像阴沟里的老鼠一样，在背后眼红妒忌要好。我的话很直白，在厨房观察了许久的刘阿姨立刻跑了过来。她明明眼里满是怒火，却还强颜欢笑地拍了拍我的手。夏天啊，思弟他不是故意的。我和他爸离婚后，思弟就一直孤孤单单的。现在突然看到你这么个和他年龄差不多的玩伴，他就想和你亲近亲近，结果有些随便了。你别生思弟的气，我今天中午做了龙虾，还有乌鸡汤，你赶紧趁热吃。我已经教训了王思弟一顿，刚好也饿了。说起来，国外的伙食真的是一言难尽。我直接走到桌子前吃了起来。别说，这刘阿姨做饭的手艺还真不错，怪不得我妈喜欢。可就在这时，刘阿姨的脸色明显变得不太好看，
还说出了一番让人大跌眼镜的话。夏天，你懂不懂规矩啊？一个小姑娘家的，一点出息都没有，吃饭都不知道等人吗？我啪的一声把筷子拍在桌子上，气得都笑了。你能不能搞清楚自己的身份？怎么，我吃饭还得等你一个保姆上桌了才能吃吗？买菜的钱是我家出的，你不过就是负责做一下饭，你一个外人在这儿指手画脚什么呢？刘阿姨撇了撇嘴，一改往日那唯唯诺诺的样子。你妈都喊我一声刘阿姨，我就是你的长辈，我怎么就不能管你了？你身上这么多坏习惯，我这也是为你好，都这么大个人了，也该懂事孝顺了，多跟我家四弟学学。而且你现在可没资格辞退我，这工作可是你妈好不容易求我留下来的。见我没说话，她变得更加肆无忌惮。阿姨比你妈年长一些，也算是你妈的长辈，你妈要是不管你，我来管。现在赶紧去盛2碗饭，你也该动手做点家务了，不然以后嫁到婆家，有你受的，说不定还会被打死。四弟，别傻站着，过来坐下，尝尝你妈给你做的鸡汤。好家伙，我说他怎么这么消亡，原来是把我妈当成了靠山。他还做出要用筷子敲我的样子，哐当，我一脚直接把饭桌踹翻了，桌子上的菜汤烫得王四弟母女俩嗷嗷直叫。怎么，真以为我不发火就好欺负？还是觉得有我妈给你撑腰，在这个家就能为所欲为了？我还不解气，一把揪住刘阿姨的头发，啪啪啪就是3巴掌。你算哪门子的长辈？就你这老脸也配？人要是不要脸，还真是天下无敌。还想教我规矩？我爸妈从小都没对我说过重话，你一个保姆摆什么架子？你这个封建残余的老太婆，也该给自己的后代积点口德，不然哪天出门被车撞死了都不知道。把这里收拾干净，赶紧带着你女儿滚，工资我会结给你们。王阿姨还想发作，却被王思弟拉住了。我隐隐约约看到王思弟冲他妈摇了摇头，这是要憋大招呢。果然，上一秒还满脸不服气的王阿姨，立马变得唯唯诺诺起来。夏天小姐，是我没把握好分寸，没分清主次，都怪我不好。我保证下次不会再这样了，求你给我和思弟一个机会吧，以后家里的事都听你的，要是再这样，我就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是啊，夏天小姐，我妈这辈子被管束惯了，刚才是下意识的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叮嘱我妈，你就原谅我们吧。而且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来交学费和生活费。我无奈的翻了个白眼，刚好最近股票下跌，心情不太好，这2个人又死皮赖脸的不肯走，做我的人形沙包倒正合适，反正怎么折腾他们都不会走，这不就是典型的受虐狂吗？把这些都收拾干净，再把卫生打扫好。接着我打电话让助理从 M2 餐厅订一份价值1万块的养生餐。电话刚挂断，刘阿姨一脸震惊，语气里还带着指责。夏天，你也太不懂事了，那饭难道是金子做的不成？吃了又不能成仙，你这么大手大脚的花钱可不行啊。我面无表情的听他说完，王思弟慌忙的拉了他一下，他才闭上了嘴。我转身回到房间睡了一会儿，醒来的时候，助理给我发了条消息，总裁，营养餐送到了，是2小姐拿的，要是没什么事，我就继续工作了。2小姐，我怎么不知道家里多了这么个人？我直接回复他，家里哪来的2小姐？助理立刻秒回，还发给我一个账号，不是吗？这个账号天天发视频，还直播呢，自称是夏家的2小姐。我点开了那个叫夏家小公主的账号，
里面的视频无一例外都是在我家里拍的。此刻王思弟正在开直播吃饭，他面前的饭正是我1个小时前订的养生餐。弹幕里满是羡慕和夸赞。哇，这么一点养生餐我几口就能吃完，有钱人就是不一样，一顿养生餐都抵得上我1个月的工资了。思弟真是漂亮绝美，气质绝佳，不愧是千金小姐，气质就是不一样啊！思弟姐姐，能不能给我举个牌呀？我给你刷礼物好不好？有钱人的客厅大的都能直接打羽毛球了，好羡慕啊！请问你家还缺保姆吗？只要你一声令下，老奴马上就到。我看着弹幕里那些恭维的话，还有满天飞的礼物，以及王思弟那娇声娇气的模样。哎呀，都说了不要给我刷礼物了，你们陪我聊聊天就好了。这么大的家，我一个人好孤单哦。你们赚钱也不容易，自己留着吧。有意思，靠着直播我家豪宅，打造富家千金人设，比电视剧剧情还精彩。我死死盯着手机屏幕，王思弟正对着镜头娇嗔的用勺子舀起一勺价值不菲的养生汤，轻抿一口后发出满足的赞叹：这汤的火候真是绝了，入口即化的感觉。宝宝们，你们一定要试试。弹幕里瞬间飘过一片姐姐好会享受富家千金的生活我木了的评论。他指尖带着从我首饰盒顺走的卡地亚钻戒，在补光灯下折射出刺目的光。我冷笑一声，打开直播打赏界面，直接甩出一辆价值188888元的虚拟跑车。特效炸开的瞬间，王思弟精心维持的优雅差点破功，他瞪大眼睛捂住嘴，随后声音甜得发腻：感谢夏日清风老板的跑车，爱你哦。我看着他脖梗处还没来得及卸去的香奈儿5号香水是香纸，在弹幕里打字：听说夏家2小姐最近很火。这话刚发出去，直播间瞬间沸腾。有眼尖的网友立刻回复：楼主别乱说，思弟就是夏家2小姐，之前发的视频里还有夏家别墅的内景呢。也有黑粉阴阳怪气，眼红人家小姑娘有钱就来泼脏水。我没有理会这些评论，退出直播后，指尖在手机屏幕上快速滑动，调出公司自主研发的大数据监测系统。作为夏氏集团重点培养的接班人，我在大学期间不仅选修计算机专业，还主导开发过多个商业数据追踪项目。毕业后创立的互联网公司，如今已成为行业内数据安全领域的佼佼者。不到半小时，技术总监的电话就打了过来：夏总，那个账号的注册信息已经查到了，是用王思弟的身份证注册的，而且我们通过深度数据挖掘发现，他最近半个月通过直播打赏、品牌合作和私下接的商务推广，收入已经超过72万。更离谱的是，他还在某2手交易平台以夏家小姐的身份转卖您未拆封的限量款包包和化妆品。我握紧手机，屏幕亮起的冷光映得我眼神愈发冰冷。书房里的落地窗正对着花园，夕阳将刘阿姨晾晒在我专属衣架上的廉价碎花裙染成血色。好啊，鸠占鹊巢就算了，竟然还敢打起我收藏品的主意。我立刻吩咐助理准备律师函，同时打开社交媒体后台，将早已剪辑好的对比视频设置为定时发布。那是王思弟直播时佩戴的首饰，与我保险柜内丢失物品的360度细节比对。最近听说有人冒充夏家千金，正好今天有空，晚上8点直播，带大家看看真正的夏家是什么样。这条动态刚发出去，10分钟内转发量就突破10万。
评论区两极分化严重，有眼尖的网友扒出王思蒂直播时背景里的家具款式，发现正是我家上个月刚换的限量款，也有人嘲讽：真豪门，谁会亲自下场打假？怕不是自导自演的炒作。晚上8点，我身着Dior高定黑色鱼尾礼服，身后是夏家挑高12米的水晶穹顶客厅，直播间涌入的观众瞬间突破100万。我举起平板，将王思蒂正在进行的直播画面投屏到大屏幕。大家好，我是夏天，夏氏集团董事长的独女。这位自称夏家二小姐的王思蒂，实际上是我家的住家保姆。弹幕瞬间被刷屏，我去，居然是保姆！我说她举手投足间怎么总有股小家子气，这也太过分了吧！打着豪门旗号圈钱，妥妥的诈骗！求吧，这个保姆还有什么骚操作？我示意助理播放视频，画面里王思蒂穿着我的丝绸睡袍，躺在主卧的按摩浴缸里，对着镜头展示香奈儿最新款口红。宝宝们看这个色号，显白一绝。而背景梳妆台上，我那支全球限量的 YSL 高定口红，膏体已经被削得只剩半截。它不仅冒充我的身份，还私自占用我的房间，损坏我的物品。我调出房间监控录像，画面里刘阿姨戴着我的梵克雅宝4叶草项链，对着镜子扭捏作态。这玩意儿戴上就是不一样，怪不得有钱人都喜欢。王思蒂则把我刚收到的爱马仕铂金包随意扔在地上，踩着5000块的 Gucci 拖鞋跳网红舞蹈。最劲爆的当属那段对话录音。深夜的主卧里，刘阿姨数着王思蒂手机里的转账记录，乖女儿，再努力，等把夏天那丫头气走，这家里的东西不都是咱们的？到时候你开个公司，妈当董事长，咱们也过豪门瘾。直播间在线人数突破500万，网友们的愤怒化作满屏滚动的谩骂。我拿出律师函，对着镜头展示。针对王思蒂冒充夏家千金、恶意诈骗的行为，我们已经委托盈科律师事务所正式起诉。同时，刘阿姨损坏我的个人物品，涉及金额高达137万元，也将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。这时，门外传来剧烈的撞门声，王思蒂穿着偷穿的华伦天奴红裙冲进来。假睫毛都歪到了眼角。夏天，你凭什么断人财路？刘阿姨则跪在地上抱住我的腿，哭嚎声震的直播设备嗡嗡作响。夏天啊，阿姨知道错了，你就饶了思蒂吧，她还年轻，不能毁了前程啊！我厌恶地甩开她的手，对着镜头冷笑：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示意保镖将两人架走时，突然想起什么，从保险柜取出一叠文件，差点忘了，2位非法侵占他人财物、虚假宣传，我还掌握着更多证据。那是王思蒂用我的名义签订的品牌合作合同，以及刘阿姨在二手平台售卖我私人物品的交易记录。直播结束后，热搜瞬间被夏家千金打假、保姆母女诈骗等词条霸屏。我妈红着眼眶回来抱住我，她手机里还存着刘阿姨发的病危通知。原来这对母女为了继续留在夏家，竟伪造病历博取同情。我拍拍妈妈的背，轻声安慰：以后我会保护好我们的家。不出3天，王思蒂的直播间被封，所有违法所得被冻结。她精心打造的夏家二小姐账号被扒出无数漏洞，视频里的爱马仕包包是高仿，戴的珠宝全是地摊货，甚至被网友扒出曾在城中村的出租屋里直播。更讽刺的是，她在直播中哭诉豪门生活太压抑时，
背景里还亮着刘阿姨没洗完的臭袜子。1个月后的董事会上，我正汇报新项目进展，助理匆匆跑来：夏总，刘阿姨和王思弟在公司楼下闹事，举着横幅说你仗势欺人。我走到落地窗前，看着楼下那对穿着洗褪色连衣裙的母女，刘阿姨举着写满歪扭大字的白布，王思弟则对着路人抹眼泪，模样要多可怜有多可怜。我拨通娱乐记者老王的电话：王哥，有个大新闻想请你帮忙报道。半小时后，10几家媒体扛着摄像机赶到。当我站在公司台阶上，身后是夏氏集团闪耀的 logo， 对着镜头展示他们伪造的病历和恐吓短信时，王思弟的尖叫混着快门声，成了最好的背景音。3个月后，法院宣判结果下来，王思弟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，刘阿姨因故意损坏财物罪和参与诈骗被判3年。收到判决书那天，我正在筹备夏氏集团与国际顶尖科技公司的合作发布会，看着法务部送来的文件，我想起抽屉里那封被揉成团的道歉信，信中他们哭诉着没钱请律师，求我高抬贵手。我将信扔进碎纸机，转身走向落地镜，镜中的自己穿着量身定制的阿玛尼西装，妆容精致，气场全开。助理敲门进来汇报：夏总，合作方代表已经到了，还有您男朋友送来了鲜花。我接过那束香槟玫瑰，卡片上写着：我的女王，继续闪耀吧。窗外阳光正好，曾经被保姆母女搅乱的生活早已回归正轨，甚至比以前更加精彩。我带着爸妈去了南极看极光，在北极圈追过鲸鱼。夏氏集团在我的带领下成功进军人工智能领域，而那些妄图鸠占鹊巢的人终究要为自己的贪婪付出代价。后来某次慈善晚宴上，我遇到了曾经在直播间维护王思弟的大力，他红着脸想要躲开，我却大方地举杯致意，感谢你当初的质疑，让这场戏更加精彩。他尴尬地僵在原地，而我转身走向等待的爱人，裙摆扫过之处皆是璀璨星光。